事了！怎么日月的军队会出现在史莱克？为什么橘子敢攻打史莱克学院，还扬言要屠城？他攻打史莱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最终结局又是如何？日月帝国覆灭天魂帝国后不久，帝后战神橘子便亲率60万大军压境，兵临史莱克城百里之外，更是下发最后通牒，勒令史莱克10日内交出霍雨浩，否则便要屠城。之所要攻打史莱克，是因为霍雨浩攻打名都，一炮炸翻日月帝国皇宫，重创徐天然，这才导致徐天然要尽快除掉霍雨浩，否则必成大患。所以徐天然派帝后战神橘子出兵攻打史莱克，要他们交出霍雨浩。而作为屹立万年的大陆第一学院，史莱克向来是所有势力都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地，橘子为何敢公然向史莱克宣战？他兴师动众，兵临城下，真正目的又是什么？当初星斗大森林的地天亲临也没能撼动史莱克，那么橘子敢叫板史莱克的底气从何而来？橘子刚刚指挥大军正面击溃天魂，斗灵联军彻底覆灭了天魂帝国，他手握100万雄师与顶尖魂导科技，根本不惧史莱克的常规战力，再加上他麾下有6位9级魂导师坐镇，更有圣灵教无数邪魂师和教主钟离巫副教主凤灵相助，高端战力层面也足以和史莱克分庭抗礼，这是他敢攻打史莱克的基础。其次，这个开战借口本身就留足了进退空间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史莱克绝不可能交出霍雨浩，而橘子也根本没指望对方真的交人，所以10日交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开战条件，而橘子攻打史莱克却不是他的真实目的，这从头到尾都是一招环环相扣的阳谋。他的真正图谋藏在3层布局之中，第一层核心目的是声东击西，剑锋直指斗灵帝国，如果直接发兵攻打斗灵，星罗帝国和史莱克必然会火速驰援，很容易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，所以橘子才重兵压向史莱克。因为史莱克是大陆各方势力的核心支柱，一旦遇袭，星罗、斗灵2国都会下意识把主力调往史莱克协防。10天的期限刚好够2国完成兵力调动，等他们把精锐都聚集到史莱克城下，斗灵帝国的边境防线就会彻底空虚，橘子便能转头一击得手。第2层目的是逼出霍雨浩，掌控战场最大变数。因为此前名都皇宫遭袭，橘子已经猜到幕后之人是霍雨浩，所以橘子才拿霍雨浩做文章，兵临城下。因为霍雨浩是史莱克的核心弟子，绝不可能看着学院陷入危机而坐视不理，只要他现身史莱克，橘子就能牢牢盯住这个最大变数，既了却心中牵挂，也彻底封死他袭扰后方的可能。第3层目的是反客为主，彻底夺回战场主动权。因为此前霍雨浩潜入日月帝国腹地奇袭，原本的战略是通过破坏后方牵制前线大军，打乱日月帝国的进攻节奏，而橘子直接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大军推到史莱克家门口。因为他这一压，霍雨浩等人就不得不赶回学院协防，再也无力去日月本土搞破坏。也正因为这是一套明牌的阳谋，史莱克高层才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因为所有人都能看出橘子可能另有图谋，可没人敢赌上史莱克的万年基业，置之不理。明知道向2国求援可能正中对方下怀，可又怕对方真的攻城，单凭学院力量守不住城池。最终玄老只能选择折中方案，一边布置魂导阵地全力布防，一边通报2国做好增援准备，看似稳妥，实则已经顺着橘子的节奏落入了被动。不过橘子的全盘计划早已被霍雨浩逐步拆解，已经安排好对应之策，最终攻打史莱克的计划完全落空。说到底，橘子从没想过靠一场硬仗啃下史莱克这座坚城，他要的从来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是整个大陆战局的掌控权。